只要周围人不牛，我就是牛的。There's only one way down。从教育你的就业方向到学习的方向，到你未来的事业走向，到你家庭，全部你只有10年，就各个方面，我觉得人生最 challenging 的时候，说哇，我又开始折腾自己了。说 Carmen, such an honor to know you。他说 You're gonna be somebody, I'm so honored just to help you。我的野心都会 overrule 我的惰性，哭完就哭2分钟，眼泪擦干，出来继续跟别人 small talk。Carmen，你会怎么描述今天的你？你是干什么的？你觉得你是谁？我是创业者，我现在主要在做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把未来的这个算力和 AI 的 infrastructure 它的底层做得更加透明高效，是个非常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对我自己来说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怎么定义我自己？我就是一个创业者的身份，现在。你怎么看待现在自己的状态？很开心啊。我经常说我的高光是小学，还有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我定义高光就是自己的开心程度。我觉得我的高光就是小学和现在，就是我觉得是最做自己的时候，也是最多能量的时候。为什么是小学？因为小学就比较 naive， 比较天真，我觉得有一些是天真带来的能量，是很多是被低估的。就如果你经历过很多事以后，我觉得这个能量可能会或多或少会被消耗掉一点。那小学的时候就相当的天真，就任何的小事会让你非常高兴，你今天吃个好吃的鸡腿就会非常高兴。那现在其实也算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很很小的成就，不仅是我自己，包括团队啊、产品，也让我很多快乐的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非常高兴，也是因为小学和现在就有很多的点，让我觉得每天都有很多新奇的事情在发生。你的童年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我现在觉得我很执着于给我的小女儿们一个很好的童年？因为我觉得童年我太快乐了。我是杭州天长小学的嘛，就学习就很简单，然后主要学校里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玩嘛。然后天长小学小时候我觉得比较先进，小时候我记得很小就有天长小学银行，就小朋友自己 run。西洋小学有那个广播电站自己 run， 我就是负责广播电站的，就每天读啥稿子都是我说我让我最好朋友董书林叫他去读，这个然后他替我就读稿，然后包括放什么歌也是我决定的，然后就很多的 freedom。你想5年级的小朋友，你能决定全校同学中午吃饭听的啥？我觉得这个权利是非常大的。然后你可以邀请上你的广播电台，我就让老师上，我让老师分析我写的文章。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很多这种非常好的点，因为那个学校非常的先进嘛，就很多理念，然后小朋友自己去做，没有人管你，真的没有人管，没有人管我读什么稿，也没有人说要审计什么的。然后小学的时候有很多的很多课外活动吧，就是各种让你完全没有功利性的，基本上整个生活非常单纯。那个广播电站啊，我小学的时候也有的。然后呢，我不是那个被选上去搞这个幕后的啊，去播的，然后我就一直羡慕这个可以去播的这个人，羡慕到什么时候才美梦成真呢？到大学，因为大学也有广播站啊，我终于进去了。这个太执着了，这个我觉得不，真的不，你羡慕是有道理的，真的是很爽，真的是非常爽。这个因为你有完全的 control， 当小时候就是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权利，只是觉得很开心，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吧？那你提到小学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很简单的，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学霸吗？不是，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说对我心态是个优势。因为你父母肯定跟你说一般来说说你还是很厉害的，很不错的。但你到真实世界去碰撞，你会 calibrate， 你说你到底有多厉害？我觉得我是从小被打脸打到的嘛，从小想做学霸，但是做不了那种我想做的那个学霸的程度。然后这个结果我的韧性非常强，你知道吗？就是说对我来说失败是常态，就基本上我跟我妈说，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成功过。就你看从小到大那种什么奥数那种什么金牌，肯定打死达不到的。杭州奥数撑死3等奖，你知道吗？就那种状态，那种一直积极向上，但一直被
被自己的真实的能力打脸那种。但是就导致到后来，比如说就去到新加坡之后嘛，诶，原来我也可以得奥数金牌，这个还是很容易的，只要周围人不牛，我就是牛的。这个但你不会因为你自己取得成绩而觉得自己厉害，因为你知道自己不厉害。然后你也不会飘，然后同时呢，你也知道自己就是没有那么差，就是这个 calibration 就到你有自信，但又没有自负，就这个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那 sweet spot，你是一直都给自己 aim 的那么高的吗？目标特别高的？哎呀，我这个是眼睛看着奥数金牌的，就我这眼睛还没有看到奥数那个班呢，就是你知道吗？也我也也挺满足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是什么都爱玩，但什么都很菜，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人看到一个山，你总归想登上去，然后看看自己能不能登上。但这个想法就是很正常嘛。比如说高嗯，中的时候，我也很长时间尝试过去学法语，我大学还修了，你知道吗？但是我就觉得真的是，后来我学了法语，就觉得英文太容易了，就开始appreciate 英文，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这个我确实语言上确实能力没有周围人很多厉害强，那你这个想法只要 try 一下，年龄是我的局限，但是野心是在的，但是很多时候德不匹位也是经常会存在。你是不是那种很容易对一个东西感兴趣，然后马上就行动？哎，我想试一下，那就不等，Let's go，我们试一下，学一学。对，我会有时间有这个机遇，我就会赶快去尝试一下。但现在来说，可能就会有更好的一个 roadmap。比如说，我会我会想说，OK，这个事情，可能不需要我那么多体力。比如说，去学开个大的帆船，对吧？这个事情，我觉得嗯。年下也能做，60、70岁也能做。但是打拳击对打，我可能就60、70岁就很难找到人更愿意跟我对打了。那我感觉现在我就 prioritize 这个事情，对吧？就有些事情，我觉得我现在就还可以身体上值得我折腾的，比如说我去学一个 backflip 之类的，然后我现在就可以去做。那你一般对一个东西感兴趣，一般是因为，哎，这个东西比较新奇，我就是真的就是感兴趣呢？还是，哎呦，这个东西看上去厉害，我也要厉害？都有，我觉得就是都有。我觉得好玩儿是一个，然后当然我觉得如果能够就是如果东西能看起来更酷的话，那肯定就是特别是我特别像在我女儿面前耍酷嘛。我学了个什么剑啊，扔个球啊，我肯定在我女儿面前先显摆一番，你看你妈多酷，然后谢谢，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态还是很多的啊。然后我觉得人生就主打一个体验嘛，每个事情我在做，虽然说都很不厉害，但是我也学到很多。其实你在不同的事情最终是见自己嘛。比如说我去学surfing 冲浪，我会看到不同的自己面对恐惧啊、暴风雨啊，觉得快死啊这种感觉的那种冲击感。还有或者说去学古琴，那个心态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去学下围棋，也是前几年开始学下围棋的，那个心态也是很不一样。不能说挑战吧，就不同的 exposure，那不同的接触面，你会就慢慢知道自己，诶，我怎么样的人，我适合怎么样的，我确实跟我自己想的一样垃圾，还是我其实还是 OK 的，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也是一种体验嘛。古琴学了多久？2个月，后来因为怀孕了之后不方便了，每天去城里，我古琴还在，我之前还拿出来了，我跟你讲，就前几天我拿出来，因为去一个音乐会，我觉得哇，古琴，我觉得因为古琴是唯一一个你不用五线谱的，然后哦，呢，是吗？对，我是不会五线谱，然后古琴是那个是一个就是中国的古代那种，就是它是不用五线谱的。然后当时我学哦，古琴，我觉得哎，这不用五线谱可以啊，我感觉就一个 bottleneck 把我拿走了嘛。嗯虽然说想法很多，但时间点忙，确实 allocate。但是古琴这个事情，我觉得年纪大也可以学。我现嗯，在主要是prioritize 比较着重于做那些身体上要求会比较高的事情，包括平衡啊、冲击力啊，需要 recover 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可能时间相对比较紧一点。身体上的，不是说 sailing，还是说你刚刚提到的拳击？对，潜水啊，对抗性的运动啊，然后可能对身体的 recover 有一定要求的，我会想去先做一下。小的时候学过什么？就是跟现在孩子完全不一样。现在小朋友很厉害，就是我要为人类的发展那种这样，就初中14、15岁，我初中小学时候我就想每天吃吃喝喝玩玩谈谈恋爱，就我觉得很开心。就其实有一种，我现在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其实也不用成长太快。我觉得成年之后，你要的责任义务会一直一直来，只要你要就一直会来。能够开心，能够不要去太过
担忧成人世界责任的时候，你能多拿衣服的时候，我觉得多玩一会也没有说一定要成长多快。就是嗯。我觉得这方面，我觉得你迟早都会成长的。现在 may as well 好好享受你对吧？这个说无忧无虑的时候。所以小的时候父母给你的环境都是非常自由。对，基本上不太管吧。然后只要我离开家也比较早，后面他们也管不太多了嘛。几岁离开家？我十五岁离开家就直接去新加坡。然后其实当时我觉得我是很傻的，就是当时我们有很多的同学一块儿去的嘛，就很多人都拿奖学金，有男生有女生。大家走的时候，机场就哭成一片，你知道吗？大家都，我觉得那些都是对自己情绪很了解，都觉得他们都已经 self aware 知道这是一个 permanently 的一个 departure，一个 separation，那你就肯定会紧张、焦虑，会对父母的不舍，对吧？我当时是啊，我觉得啊，走了，高兴啊，拜拜，就我完全没有 aware 到这是一个非常 permanent 的事情，就是一个对我来说。长期的。对我来说就是啊，我要去个地方玩了，太高兴了。杭州我就有点 boring 了，可以去 explore new world 了，我觉得就很高兴。就对我来说，这个根本没有 register 在我脑子里，就是其实我情绪非常，就是我觉得我非常迟钝，你知道吗？我过了3个礼拜，我才反应到这是个 permanent 的事情，就开始哭了。我才能感觉到，哇，这个事情我好像回不去了。我靠，我这个就被 stuck 住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后来就开始就非常非常非常惨，就是哭了1年基本上。然后后来去新加坡了。去新加坡时候那时候因为大家都很厉害的人嘛，然后坐一桌吃饭什么的，大家说啊我是什么奥数金牌，那个是什么，就是天南海北，因为我当时我的接触范围就是杭州本地人。对。我不认识杭州本地人以外任何人，而都是杭州上城区的，就是是个多 homogeneous society，你知道吗？不仅是中国，我连杭州都是这个区的。然后当时也没有所谓的外地人都什么感觉，其实很印象很深。到了新加坡之后，我跟别人说就是中国文啊，我说瓢根在哪里？他们说瓢根什么意思？是什么？就是中国人之间，我都发现啊，我居然无法交流，你知道吗？反正当时也寄宿学校嘛，然后我也没有跟别人分享过房间，独生子女嘛。反正就整个就自我的发现、融合跟同学融合，包括不一样的文化去新加坡，包括语言，我跟你讲10000年这个事情，就真的那几年过得真是天知地知自己知，就是我觉得是不是独生子女的问题，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小时候去买东西，我就买自己要买的，也不会问周围人说要不要替你带个什么东西。然后后来别人问我要不要带，我说哦对哦，我可以问别人要不要带，因为其实这个 consideration 我是没有的。也不是说 selfish 不 selfish，就是说其实你独生子女成长，其实你没有这种你替别人服务这个心态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改变我挺多的，这个就是集体生活啊，跟中国天南海北人，包括跟全世界。后来我住宿的人还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这个 religion 不一样 religion。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帮助我成长非常非常多，非常辛苦啊成长，因为你又 homesick，你同时因为他奖学金是这样的，你成绩一定要保持在 A 的，你没有 A 他就给你取消了啊。当时没有，哎呦，那是为了钱在拼搏呢。对的，当时也不是为了钱，你说这些钱，你说，但就主要是也是，就主要觉得应该能做到嘛，人就有这个 pride 肯定要有，但是压力肯定很大，因为比如说老师上化学课，你正常过去就开始上课了嘛，就化学问你知道个化学反应最后是二氧化碳出来 carbon dioxide，你不知道英文怎么说呀？那你不是白知道了吗？对不对？包括还有历史问题，就包括文科嘛，他就问了这个什么地方国谁建的？我知道，比如说我知道是蒋介石，蒋介石英文怎么说啊？对吧？其实你这全部的那些 context 全部转到英文的环境，然后你要 perform，就不仅是语言的问题，就是你的 context 你要学，而你要 on top of that 你要学 new context，嗯哼，就整个叫人际关系啊，包括主要是很多是 homesickness 嘛，每天晚上就哭到睡觉，早上起来继续哭，就是非常非常惨，一年就哭整整一年。就你一个人在那儿哭，你在对，寝室里。哭到睡觉，寝室里哭到睡觉，因为你第一想家是肯定的，而且我又很想家，然后第二个学习压力很大，非常大，因为你都要得 A 的呀，然后周围同学也不是说你有个 support group，你 zero support，你朋友公务区人都不认识的，然后有些也不是说谁好或者不好的人，大家年纪都那么小，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 help each other，help 自己，也没有办法 sensitive to each other feeling，他们可能不觉得自己在 bully 你，但是你就被 hurt。就是很多那种，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路历程，跟你讲，真的是很惨一年。怎么被 hurt 过？当时我们一起在一个班里的，还有那种武汉外国语学校的那些女生，很厉害啊！就这个时候，我跟那些女生我们合看，因为当时书不够，合看一本书，英文书。
我一起看嘛，两个人一看，我从第一页开始看，我在看第一页的这一面第一段的时候，那个女他妈要翻篇了，你知道吗？我连第一页第一段还没看完，她要翻篇了。然后当时我说什么鬼？我怎么跟你 share？然后导致我整本书都看了每个看第一页的第一段，整本书我都没看完过。为了赶上那个翻篇的速度哈。对，他要翻啊，他也不会管你不看啊，对吧？所以这个东西你也不能因为你自己 delay 别人，对吧？然后我就这本书我每个都看了，就第一段。特别逗。然后包括我去学校 library 的时候，老师也会说，他会全班就把我单独拎出来，我们的英文老师，他说 Carmen 你去 children section 看，别人跟我会就幸亏我心大，幸亏我觉得就是我这种就是人傻，你知道这个好处就是不。但我因为对我来说这些 logical 的我确实看不懂，因为他们正常的，比如说高一看的英文书，我真的看不懂。是，对，我们从小都是在中文环境长大的。对，他也没错，就是我也能接受，但是我觉得我的好处是说我觉得这个是 logical 的，我也不会说 taken personally。对，就是但是很多这种就会叠加嘛，而且包括就是我也不属于很酷的人，就我也不是很 care 这个事情，但是就从小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人，那你说就被到这个高速成长路线，就非常的纠结一路。但是后来也是后来放飞了，就1年之后，我也不知道什么个契机，然后后来就觉得，哎呀，就这样了，就是我不应该 too hard on myself。就后面就开始非常非常开心了，就第1年就各个方面，我觉得人生最 challenging 的时候，就那个时候。而且在那个年代哈，没有 WiFi， 没有 FaceTime， 没有微信，什么都没有的。什么都没有。我当时打电话拿很贵20块钱$的电话卡打电话给我妈妈说，我就每天花100-200块钱听你哭，我就打电话就哭到打电话就没钱了就挂上。妈妈什么反应？每天听到你哭？她也没什么吧，她就是知道我能 get over 吧，我觉得她可能也还行。就你妈妈跟你一样，也是心大的。对，我觉得她也还行，反正过了1年之后我就挺开心了嘛，那也就还好。我能记得我第一次离开家是去北京上学，那已经是大学了。那比你要晚了6年了，离开家，对吧？你是初一，我是大一。因为我是15岁，我高一。哦，你是高一，晚了3年，然后也是挺那个什么，对吧？对，第1个星期也基本上就是没事就哭，然后呢，一会儿还会听见，哎，寝室我们有6个人嘛，另外一个姑娘也在哭，然后就发现这寝室轮流在那儿哭。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很正常。如果我也是迟1-2年，我可能哭1个月，那小时候就得哭1年，对吧？就这个。你小时候要知道，你去了新加坡要哭1年，你当时还会那么坚决的直接签？会的。我现在看过来，对我成长路线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从小离开家，从小自己做决定，而且我觉得我要在国内的话，估计到后来不会像我在国外一个人放飞那么开心，就真没人管，又有钱又没人管，这么小我爱干嘛干，只要成绩好，没人管我，那个自由。太自由了，我爱去哪去哪。新加坡，我要第2天说我飞一个别的国家，第2天早上飞回来，可以的呀。就你一旦有体会到那个自由度，灵魂和身体和实际自由度，就真的很难回去。所以第1年哭了1年，第2、第3年，这太开心了，又自由又放飞。对，又自由放飞，然后就会熟悉那个国家了嘛，熟悉开始享受国家，享受那个文化，享受当地朋友的开心的点，然后就回归自我了嘛。越回归自我就越开心，这样。有没有在那时候结识一些非常一辈子的友谊？有。然后那个时候也不好好学习，就是我这高中时候，我觉得学校的东西非常 uninspiring。我宁愿去图书馆，我去学校图书馆那边读书、读杂志啊、读报纸啊，我也不是想去上课。然后那时候跟我玩的比较好，都是 despite 我这些问题的人，对吧？我毕业的时候，我老师说这谁啊？因为我不太去上课嘛，这谁啊？是我们班里的吗？我说是。班里的合照我都不太去，都没有在，因为我老是翘课，你知道吗？我基本上。但你不是一个 isolated 的人。我不是，但是跟我朋友就是说，因为我是属于 bad influence，你知道吗？我不好学习，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跟我玩儿。高中愿意跟我玩儿的同学呢，都是不是很 care 那种，就是我学习成绩的人，你知道吗？比较叛逆吧。比如说，然后当时有 rumor 传我是同性恋，其实我不是很 care，就是你传就传呗，爱传不传。
然后后来因为后来老师让我谈话说你是不是同性恋，你不能是同性恋。然后我就不爽了，我的点就是不是我是不是同性恋，这不是那个点，我点是就算我是，你凭什么跟我说我应该或者不应该是呢？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是你 have no rights to get involved，对吧？然后后来我就叫一位同性恋朋友去我们学校的大会上，就是摆出态度来，我我叫一堆人，我说就是说高中叛逆你啊！非常非常叛逆，非常非常叛逆，叛逆到就一塌糊涂，对吧？这 Don't 就是 tell 我 me what to do，是不是？对，就是我的 point，就是说你算哪，你就我父母都不管我，你哪根葱哪根蒜，跳出来告诉我，对吧？后来呢？毕业之后去了哪里？觉得新加坡好无聊，因为玩了4、5年之后，觉得都玩透了嘛。对我的点是，当时你想要什么？我想玩啊，还是一样，我这辈子就我想去哪一个让我觉得好玩的地方。然后当时我想，我申请了新加坡的人也申请了一下，然后还美国和英国的大学。然后英国也进了一个比较好的大学，然后美国也进了。然后当时我反应就是，我当时聊了一下，好像在英国那些朋友觉得有点不是那么开心啊，觉得他们好像不 enjoy 他们自己。然后在美国同学，我觉得好像大体上还是 enjoy 他们 life 的。对我来说，那我肯定想去个我玩的开心的地方啊。That's the whole point in life，就是我要开心嘛。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就是就去美国了，当时也就觉得也是 no brainer。那时候突然有点伤心，因为觉得又是一根筋把一个人拔起来，跟我朋友家人美国一个人都不认识，一个人都不认识，我也没去过美国，我一个洋人都美国见过几个，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当时还有点失落，为什么要让自己 go through all over again？我好不容易有根基。那当时新加坡那些 peer 呢？比如说跟你同时一起毕业的，他们大部分是留在新加坡。对对对，因为这个对financially对大家也是 burden，因为我在美国是就自己自费的，就是我父母宠着我，等于说，对吧？所以你的确要跟他们分开，好不容易交了4年5年的朋友，对，我想出去玩玩，然后就分开，因为我觉得迟钝有好处，是我 again 没有意识到有多痛苦，然后我想要去玩一下嘛。然后在上飞机上的时候，我当时上飞机前我说哇，我又开始折腾自己了，What's the point？ 然后刚刚在开始伤感，还不到2分钟。然后飞机说 announcement 说，我被 upgrade 到 business class 了。我刚刚上个2分钟，我想着父母，我想着我的朋友，然后心情立刻变好，说哇，这是 good sign，我就真的 business class 这辈子没被升舱过，而且我什么然后 status 都没有，就飞到美国就是被升舱，我当时觉得也挺开心，然后就不伤感了，就落地之后伤感不了一点。然后我特别喜欢给我妈打电话，飞机上就是飞机上那个时候那个电话嘛，就是business class 那个电话，我说我妈我升舱了，我太高兴了。我妈半夜天电话说你就给我打电话给我显摆一下，我说是，就这个点，你知道吗？当时是去伊利诺伊香槟分校学什么？我进去的其实我是学 econ， 当时也没什么学了 econ， 然后后来我转到 finance， 然后再 minus CS。其实我当时到大学我就浪子回头了，浪子回头非常要了，你知道吗？就是我高中时候就完全不好好学习嘛，我跟你讲。但大学我就非常不知道为啥，可能也是玩多了，高中就非常 focus。我突然能看到未来，我知道我4年之后要工作，然后我觉得突然就开始有 passion 了。我觉得对学习啊，对，因为我可以自己选科，我可以自己是因为有一个目标感。对，有个目标感。高中我就很 stuck，因为高中学的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用，突然就不知道，就是可能长大一点了，然后突然就知道我要想干嘛，我想 be somebody， 我想做一些事情。然后当时到伊利诺斯之后，我就跟他们会有 coach 嘛，给朋友就是跟同学上课选课的那种 coach，其实也是年纪轻的那些老师嘛。啊，当时我觉得很有意思点，我这辈子没有人跟我说这种话，我就开始大聊特聊，说我的 vision， 我的想做什么的什么什么的。当时我说完，就他们。我觉得很情绪价值，跟你讲拉的多板，我跟你讲，哎，真的是。他当时说完，那个老师跟我说，他说 Carmen, such an honor to know you。他说 You're gonna be somebody, I'm so honored just to help you。当时我觉得哇，这人说这种话，说你说我也就信。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这个环境，它是非常非常的 encouraging 的，包括我跟教授实习啊，包括他给你很多机会啊。包括后来参加什么兄弟会啊 fraternity 嘛 business fraternity 也是帮我做很多 professional 的事情，因为我确实没有这方面 exposure， 对，特别是对这个美国社会的啊，整个 professionalism 啊，你怎么穿啊，怎么讲话啊 social 啊，这种其实都是一次一次蜕变，就是一直在蜕变，你知道吗？对，和新加坡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环境culture 全都变了，又来一遍，很不一样。比如说我当时我去 rush for fraternity 就 business fraternity 的时候。是美国一个兄弟会嘛，就说是你要跟每个人去 small talk，然后他们
就美国中部男生讲这些 sports 我又不懂，我之前就他们看了一下 baseball，我就看不进去一点，那什么鬼？然后其实压力很大，因为他们的 rush 结果就是要每个人要记住你，别人才会投你，你能进这个兄弟会嘛。然后当时我就逼自己在酒吧里跟每个人 small talk，然后我压力很大，后来我就跑到厕所哭了一顿，我说我靠，压力好大，我不想讲话，哭完就哭了2分钟，眼泪擦干，出来继续跟别人 small talk。然后当时我觉得，哎，你可以了，我觉得我也牛逼了，又可以了，又可以就哭2分钟，然后眼泪擦干出来继续 small talk，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就是在美国这个大环境也是，就是一次次蜕变吧。然后最开始，比如说我实习去芝加哥的时候，大一大二的时候去跟 business fraternity 去跟大公司去看，比如那个时候 Lehman Brothers 还没被倒之前，就出来了，对吧？雷曼兄弟，对，然后过去，然后当时觉得哇，这个楼好高好大，哇，我要穿这种衣服上去，哇，我要变成个感觉是个 adult 了，那种心态。到现在，现在的心态跟结果就是 I fucking own this place， 你知道吗？就是完全不一样，知道？就是我人的那个一次次的蜕变，因为你就是非常有意思的点。然后我自己 looking back， 我觉得还是很好玩的嘛，成长是很好玩的过程，会很痛苦，但是也很好玩。我也记得那种 small talk 刚来的时候 network 那个痛苦，就是我来的时候已经到研究生了 MBA， 那就是 all about network， 然后你这样去那些social event， 这我是绝对记不住这一个人的名字的哈，然后你回头还得写 thank you notes 啊 customize， 那我咋办呢？我只能照着他跟他聊完赶紧去厕所，一个小本本上噔噔哒哒记完了出来接着聊。那你比我厉害，我没有，不然我这脑子是记不住他叫什么，也记不住他说了什么。我也不太绝对不可能。解释一下，我很好奇，我没有在这儿读过本科啊，在美国，这个兄弟会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大家那么想要进？对，其实它是这样子的啊，它有2大块，一块是有房子的兄弟会，他们是 Greek。你看很多 letter 是 Greek letters， 有很多房子上面三个 letter 一般，你就不知道是什么鬼，对吧？其实它是分有种有房子的呢，叫 social fraternity 和 social sorority， 就是你要住进去的。住进去以后呢，就是你跟你那个人 bonding， 对吧？然后这一堆人就是在一起，因为他美国没有个 class 的概念，就住在一块儿，然后付钱啊什么的。其实我呢，不是，其实我是我是个 loner， 基本上就是我不太喜欢就是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这个呢 social fraternity sorority 呢对女生叫 sorority， 我是不会去考虑的。可是大家为什么想要住进去，想要 be part of it？ 他们图个啥？我觉得就我知道是 part of identity， 所以大家都要要合群嘛。很多人父母可能是这个 sorority， 他要想做这个 sorority， 因为一进去大学里谁都不认识，大家都很 insecure， 对吧？你 part of bigger group， 你就会觉得有 sense of security， 大家女生都会穿得很类似啊，会做一样的事情啊。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 suffocating。让我想到这个事，我靠，我要穿一样衣服跟一堆人在一起，我觉得非常的窒息。但是很多人他是 find comfort， 但是他的选拔体制又是很严格的，搞得好像非常难进。严格，他是很纠结，就是说你要长得漂亮，你要对女生来说，男生的话可能身材要好，那什么鬼的，对吧？然后你还要合群啊，别人要 rate 你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是非常 ridiculous 的 process。但是 social fraternity 是这样，social fraternity 一般就是 business fraternity 呢，它没有一个 house 的，就你不用住在一块儿，对我来说非常好，我也喜欢一个人住。然后呢，你需要但是它帮助你，比如说它的比较多的是一个business development，比如你有很多的每年的会议啊，那你有很多 social，比如你对于去什么农场的那个 barn dance 啊，有很多的那种，其实我觉得 social pressure 也挺多的。他的 business 里面，他比较看你的 competency， 看你的知识能力 business 的那些东西，对吧？然后他所谓的 network，对 alarm base 这是很牛逼。你看啊，你看这个总统都是我们 fraternity 出来的，因为他很多 fraternity 是全美国的嘛，每个学校都有这一个名字，就这个联网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一堆那种chapters 是这样子。我觉得真的这个是个很好的 experience。这个特别是他们整个 interview process， 就是说你 sell me this pen， 就是那种很 typical 的问题，然后就就是说一堆有的没的，然后他会问我什么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nvestment banking is? What do you think of finance? 就是非常的 aggressively， 就是都是 senior 人 interview 我们嘛，就是大4人 interview 大1大2人啊，然后其实你可以 looking up to them。对，然后你也可以，他们很多 interview 会帮助你啊，帮你 resume 让你看一看啊。其实这个是很好的，都是美国人嘛。OK，就是有点像一个 supporting system，对我来说 community。
对于 community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一个 platform，因为我确实不是很了解很多的美国的一些 norm 啊，business 的 conduct 啊，一些聊天啊，就也不是说他们教你，只说你 exposure 就足够多了，每周 exposure，你就慢慢就学，你有人可以问一些问题啊，这样子。OK，4年本科，除了这件事情，其他的时间都在干什么？我一直有打工的，我从大一就开始有打工，我给 double E 的一个教授，electronic engineering 教授做他的课件啊，就是做 TA 呀，然后做 consulting 公司。其实我在高中也有打工，高中我有做家教啊，然后就是包括在饭店餐馆打工，我很喜欢打工，我就不知道为啥，我就从小就喜欢有工作的感觉。哎，当时也不知道为啥，就因为 UFI 当时的就现在也是它的 CS 是全美国就是很强的，就数一数二的 program。然后当时也是觉得说来都来了，对吧？你总要学一个东西回去，学一个觉得稍微拿得出手，就自己感觉至少学到点。因为当时我觉得 finance 这个东西非常的 whatever，对吗？然后后来觉得 CS 上能学到点真的东西回去。然后当时我就跟他们，其实他们 CS 没有人 minor，就是大家都 CS 都当 major 来学的嘛。然对，后 这是一个主 minor 课。其实学 major 也差不了多少。然后当时呢，我又不想学 major，因为我觉得 major 压力有点大哦。然后后来我跟他们negotiate，我说我学个 minor，然后我说能不能学？他说，他们很想招女生，就没有几个女生学 CS，基本上我说啥他们就 OK 了啦。所以说 OK，那我就真的是这样。他说 OK，既然你是个女的，你想就你也不容易啦。然后我说行，我去做 CS。然后我当时觉得啊，上课大家都跟我一样，都是从零开始，5岁就开始变成了，对我来说是零。我写个 loop，写一个这个 cursor，我说哇，这个 loop 我要想一下，别人是5岁开始做了，当时觉得哇，这个确实差距很大，所以后来学的也不完全不能说不辛苦，我花很多时间写 MP 啊 machine problem 啊，凌晨交掉之后就是我要出去玩一下，这压力自找，但是我觉得对我后来的 career 太有帮助了。我发现，就人生到现在，我每次 push 我自己，结果都是好，肯定当下是痛苦的，最后肯定是好的。就我这辈子但凡 push 我自己，最后结果都是好的。这个就是每次我不是很想做，但是其实我的野心会让我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的惰性会让我不是很想做，我的野心都会 overrule 我的惰性，让我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你选这个的 intention 是很神奇的呀，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厉害，你又不了解，也没有 background。对，我就想就是一样，就是我做什么事就觉得啊，这很有意思，就是山就在那儿，总要去爬一爬。你觉得你这种每一次给自己定一座山去爬，原因是什么？背后是什么东西在驱动你的？因为我看你的家庭是不给你任何压力的，然后你自对，己也是一个爱玩的人，所以选择呢，对我来说是个玩儿，你知道吗？选择都是自己做的。所以你觉得去攀登一个新的山，这个过程对你来说就是 have fun 吗？嗯，我觉得野心吧，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从小，我觉得想做到最好，就想做到自己能力的最好。但是我做不到最好呢，我对自己也不会太过苛求，因为我知道就是我的智商也不能 carry 到我到，对吧？能够解决人类太多太多问题。但是我想在我智商范围内，我能做到最好，对吧？然后对，从小就想要的很多，对我来说是很放的一个过程，就你也 achieve something，而且我知道对我来说是任何我得到的都是我靠自己努力的，我没有背景，我也没有任何的在美国也没有说谁们帮我找 internship 或者什么，就每一步都是我自己 figure out，然后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觉得很开心，是不是有一种 independence 那个对独立的极致追求？对自由的极致追求。我觉得不是独不独立，这个就是我最终是追求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做什么，我想做的 happen to be，在我能力范围内是最难的事情。你当时找工作，我都不敢想象有多难，因为不管说大环境，再加上你是本科，再加上你是国际生，对吧？这边也完全没有任何 network 的基础，还没有签证，还没有身份。对，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学的呢还是 business 相关，也就是说不是那种 STEM，好有 CS，对吧？有一点 CS，因为我过来我是 business 身份，真的是什么 benefit 都没有。那个找工作过程是什么样的？我从来不让大环境作为自己的借口，我从来不会觉得哦，我是女生，我非外国人，我非本国人，我从来不觉得，
我觉得 logically speaking，这不应该是别人不招我的原因。他要招人应该是为最后 output 应该是结果导向嘛。那我是个人是个狗，关你屁事，对吧？我只要能做出事情来，你管我是谁，对吧？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如果你是个正常的 employer，也是结果导向的。高频交易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然后因为他们只是在 engineering 招，他没有在 business school 招的，对吧？是 engineering 招，然后我正好是 engineering 的嘛，然后我就申请了。申请之后，然后就之前有那个 gathering 嘛，gathering 很有意思，就是大家都会去先就 interview 之前大家会 gather 一下。当时我当老板就见过我，就记住我。后来他在看我简历，我面试说：“哇，你居然是这个人！我以为你就不知道原来我也是我有那么 competent 的一个人。”他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又能交流又很 competent，所以当时就我2个 position 他们都要我2个组都要我了，然后去芝加哥面试。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的背景，就是包括他特别逗，他说当时发到面试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发到面试的。他原来预计3个小时的面试题，我20分钟都做完了。做完之后我无聊了嘛，我出来找东西吃了。他说看我 wandering around，他说你干嘛？我说我找东西吃。他说你做完了？我说做完了。他当时他第一反应就说：“我靠，我题目出太容易了，那我不是面试不出来人的差距了嘛？”然后后来发现全天就我一个人答对了。其他人都都错了，他觉得原来是我的问题，是我比较厉害的问题。然后题目没有出太容易。对，然后我就出来，因为主要是我很松弛，出来找东西吃，你知道吗？这个事情他觉得很神奇。你从现在的眼光怎么认识你自己？就是因为从听下来啊，很多点都是 conflict 的，因为你经常会觉得自己是挺傻逼的，或者说没有那么牛逼。对。但是呢，很多事实又摆在那儿啊，人家做不出来的，我20分钟做完了。相对那些人不行，那些人不行，跟你讲，话不能这么说啊，这毕竟是很优秀的高频交易的 firm。那就你怎么回去更加客观的看待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就是很自动的会选择一些特别难的事情去做？为什么我从来不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应该是很难达成的，我根本就不会把它进入到考量，我就冲就是了，干就完了啊。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就不行，然后算了吧，不行就算了吧，就比较洒脱。所以我也很好奇。我觉得我是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人，是我很简单，就是我的小学同学会说我一点都没变，就是我是非常简单，然后我又是很诚实，我对自己非常诚实，而且我有野心，但是我又很怕德不匹位，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几斤几两，因为我很诚实，所以我知道我自己的能力到底在哪儿。就是我试过很多我觉得很厉害的事，但我做不到，对吧？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我想奥数在杭州第一等奖还啊，在想到奥数，从小的创伤。就13等奖，知道吗？就很抑郁至今，你知道吗？但是同时这个我的能力又不跟我野心其实不挂钩的，对吧？但你要知道，你要长期成功的野心的话，你能力一定要跟上。就你自己不行的话，你要知道你怎么去进步。但有时候你确实进步不了，就你确实没有那么牛逼，那你要找很多牛逼人跟你一块儿做事。一路来很牛逼的人，很多问题就是他们一路都成功。你想一路你就奥数第一，你连失败是啥你都没尝过，因为你太牛逼了，对吧？那这种人受到打击，其实他会觉得很诧异。当你从小被打脸打到，你这个是非常正常，就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包括交易的时候，我觉得做错对我来说，错是我意识中非常多的问题，就是我知道我肯定会犯错。因为我智商不够不犯错，但你要知道很多东西怎么让我自己少犯错，别人可以纠正我的错误，对吧？这个就非常非常诚实。然后你说的矛盾的点，我觉得也是基于就是这个对自己比较诚实吧，相对来说。我觉得对这种对自己的极度诚实，其实是很少见的。虽然大家都觉得这应该是，这是 the right thing to do，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是一部分，我觉得是智商加持的体现啊，但一部分可能是你怎么成长的。就是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你是不会得到 punishment， 或者说你是不会得到打压的。是，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我觉得因为我父母和我朋友从小不会打压真实的我，知道吧？所以我觉得我是很放肆的一个人，从小到大就一直放肆，然后一直没有被打压。但是同时你也会认识到自己的就是不足的地方啊。
你也就没会很事我哪里坦诚的，也会很坦诚的，哎，我就是这样，对，我就不行吧，但也不会因此有其他的 consequence，你懂吗？就是不会因为，哎，我向你展露了我 vulnerable 的一边，我向你展露了我弱的一面，因此这个我们的关系就不行了，或者说我的父母就不爱我了，不存在这个。或者说我嗯嗯嗯。的朋友就离我而去了，不存在这个。所以呢，你可能是不是从小就把自己包围在比较爱真实的你的那些人？是，我嗯觉得我这个太重要。我觉得就是从小一个非常的 secure，非常有很强烈的那个安全感的家里，嗯，然后就是父母的给我的爱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个有 downside，我跟你讲，其实我这么想，因为我嗯，从来不缺爱，导致我没有那么在乎爱这个事情。因为我不缺，因为我从小的关注也不缺，爱也不缺，然后对我来说，很多时候爱和关心其实是个负担。你会 take as granted 吗？对，肯定会，肯定会。就反而有的时候，嗯，就因为你不缺爱，你也不会向外去索取爱，因为除了你父母的爱给你是天然的，对吧？你不用做什么，别人给你的爱，你肯定要有一定反馈，你不能是有一种交换一样的，对，就是别人给你做一些你不是说别人要求你啊，别人肯定没这个要求。但你朋友对你的关心，你各个relationship 的关心，你正常你肯定要反馈，对吧？你应该反馈，你也需要反馈。呃，这个就有压力啊，对吧？这是个消耗，不是消耗，但是这是也是一事情要去做。对你来说是一种负担，就是我应该这么做，去反馈你对我的爱。我给你回复你对我的爱，或者是我付出一些，所以这个你对我的爱也是值得的。如果对，这些人不是这就是父母以外，正常的人类交流，是应该要这样的。对对，你对吧？是有一点，然后对我来说，这个比如说我现在生日，我谁都记不住，我真的是不太，我脑子我跟你讲，我就是傻，就是人就智商有问题，就是我不太记得住很多事情。就是说比如说我朋友会记住我每个小孩的生日，然后我说："哇，我连你的生日记不住，我还记你小孩的生日。"然后我觉得这个压力就很大，你知道吗？然后他就会比如说发一些东西，我会觉得他很 thoughtful。比如说我大学同学，比如说我考进哈佛，他会写个很长的卡片给我，送花，他怎么对我的过去，对我就是很骄傲我做的事情。我觉得好，其实我能 get 到，我很 sweet，我觉得我灵魂被滋养了，你知道吗？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太 self center，智商也不够高，我很难做出 replicate，就是 一样等对价值的这种回对，就馈，是你做不对太出来，也想不太到。对，我觉得这是但也不能给自己找借口。我觉得如果是我真的非常 passion 的话，估计也能做，但是我好像我真的是呃没有那么 thoughtful，你知道吗？那么想，那么思维那么紧密。就工作上的事情我会一直想，但是感情上的事情，我第一个本身我觉得我是迟钝的，然后加上呃是对外给到的东西确实是没有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不是很好的点。但是我朋友都比较包容我，大家不跟我一般见识，你知道吗？主要其实也不是，就是不跟我一般见识了，都已经放弃了，你知道吗？就是放对对，弃我用了。我也是放弃很久了。对，那个也只有这样，如果你不放而且你是属于那种我真的要给你做点什么，你会去做，做的也很 awkward，但是你会去做那种，就是我努力去 accommodate，因为我所以了解，你的朋友是能够体会到你的努力的。哎，他就这样，能做到这样已经太不容易，我老对，天爷。就他们对，就逼迫每个人就降低对人的要求，就是对我就知道就这样了。但刚刚你提到就是说对工作这种东西，你会很自然的 laser focus 啊，情绪方面的东西呢，你要付出一点，你要 push 自己，然后呢 pay attention，然后呢付出一些努力才会去做的相对 OK 一点啊。你觉得是不是自然情况下，你自己的这个 energy 就是自动分配给一些 goal oriented 的工作相关的或事业相关的东西？对，我觉得也不能说我喜欢玩儿，我玩儿事实上也花很多心思，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太 self center 了。我就是说难听就是太自私了，就我会 naturally 会把我的精力放在我想花的地方。我想花的地方呢，就是 happen to be 工作，其实工作也是玩儿，你知道吗？就是我喜嗯欢玩儿我要玩儿的东西。我当时就是练 surfing，surfing 当时有一个
板，在家里可以练 surfing 的板。当时我在 surf 学校看到，我觉得哇，这个很好，我想买。然后这个事情呢，就后来它就停产了。我辗转台湾、中国一堆的，花十几个小时把那个鬼的板运到纽约的家。我花这么多时间，就 what's the point，对不对？就是我这是我想要的，这是我 care 的。对这个东西，其实你说 business 上有多少 goal 也没有，我自己 fulfillment。其实这个东西，我如果花这么十几个小时精力，我可能会想说，啊，我怎么让我家人更高兴，做些什么 decoration。但是我不能够说，哦，我不能这么觉得，就是说你是不那么 care 你的家人，或你不那么 care 你的身边的人。你觉得这个相比你的板儿，这是真的吗？时间没有，对，时间是有限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花这个时间在我 fulfill 我自己的 desire 上面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时间同时，比如说我可以想说，啊，我可以 take 我妈妈 out for lunch，或者说给我老公做点什么事儿，或者带我小朋友想让他们学习啊，跟他们老师打个电话沟通，他们老师啥名字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所以我跟你讲，所以这个 point 就是说我如果因为我相对对自己比较诚实嘛，所以我知道我肯定 prioritize 我的 happiness over everything else。对吧？其实我要 be honest 的，但这个也是我 naturally 的我的 tendency。但是很多时候你说 OK，我什么时候是个 balance，我要 draw back 一下，我确实不能太 selfish，太 self center。就我很喜欢锻炼，对吧？我会想说，OK，那我锻炼基本上安排在小朋友睡觉之后，或者说他们有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可以玩。但是我说我不可能是完全，比如说我不喜欢 Disney，或者说之类的，我带小朋友玩肯定要去我也 enjoy 的地方。如果单是为他们100% sacrifice 我的 happiness，我一直都做不了。所以我一直很妈也很多父母可以为小孩完全就放弃很多自我，我放弃一丁点都很难，我放弃一点，偶尔放弃一点，我都不能 consistently 放弃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self center 的好处呢，当然对 self 比较好了。比如说我的 career，对吧？我的 career 就很 visible，对吧？因为我花很多时间上面，比如说我可能身体上就锻炼的很好，对吧？muscle 啊之类的。Again，就是 selfishly 对自己很好。但是其实你对小孩，可能他们也没有，我花很多时间小孩身上，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么 care，他们反而现在也很喜欢跟我在一起，因为我对他们是很放的一个人，就也没有说太过纠结他们很多小的事情。然后他们学习，我觉得就尽力啊，我觉得尽力就 OK 啊。很多时候你要不喜欢，我也不会太迫使你。我觉得人生都是个体验，被父母迫使学一个乐器，迫使十几年，父母累死，小孩累死，最后小孩很讨厌那个音乐，What's the point？他嗯哼。不如到后面他自己喜欢音乐，然后我女儿我没给她教过音乐，她自己说我一定要拉小提琴，我说你自己拉，你愿意去拉就拉，我跟你要不找老师，她说不要，我不要，你自己 decision 啊，你要不要？你要我跟你请，你不要就算，我也不会迫使你。而且我发现你是不太会焦虑的，你知道，焦虑呢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担忧，抑郁的人呢是对过去的一种担忧，你是这两个都没有的。那很多父母其实挺焦虑的。我做父母我不太焦虑，但我对自己 career 我经常焦虑。我每个周末我就不像我不一定发群里发信息嘛，我对产品对于规划我很不是焦虑，就是我想 get ahead，就是我想就是 competition 嘛，就是 I'm compete to win。competitive，对，我很 competitive，但是你对娃是完全不焦虑的。不焦虑。我觉得因为我挺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path，小朋友自己会有自己成长的轨迹的。你小的时候，你觉得父母会焦虑你吗？就是啊，以后他们会长怎么样？以后他成绩怎么样？以后他能出息吗？能出人头地？有那种感觉吗？就是我妈从小就全部都听我的，很小就一直就是我说啥就做啥。我上老师我说这个老师不行，给我换，或者我这个好，就是我非常有主见。我妈就比较好的，就是 supportive，就给钱支持，不管。所以你的 voice 一直是被听见的。是，就是从小就不只是被听见，我被 seek out，然后大家就会 follow，会 execute 我想要做的事情。就包括有点像我现在的 board 了，有像我董事会，就是不管我，只给钱，只给 support，就是这样，只给情绪价值，就有点像我现在 board。这个是我比较 comfortable 的一个环境。从香槟分校本科毕业到现在开始创业这些年，其实中间有个很长的 journey 的。对，这个毕业了之后去了哪里？毕业之后就是高频交易嘛，做了4、5嗯年，也非常开心，因为
学了很多新的东西，然后做了好多我觉得很难想象他们让刚刚大学毕业的人去做的一些事情。我做了教育系统，然后做了华人衍生品协会的会长。哇，刚刚毕业，然后我去中金所啊，去大连教育所给他们那些所谓的很多厉害人培训。就我觉得当时就是很当站点，就是也是很奇特。虽然说在工作没有几年，但是因为所在的行业的蓬勃发展，加上自己本身这个非常奇怪的履历，就有很多的比较好的 exposure。然后当时交易也反正也是做的很有意思，你就像蛮大的游戏嘛，对吧？其实我但是你对钱当时去的是一个很不错的 fund，然后是的，呢，人才济济。你也说了，你是一个本科刚毕业，那进到第一份工作，而且是相对压力比较大的工作，有当时刚去新加坡或者刚开始学 CS 那种压力吗？也还行，pair program 也是有点有，就是跟老板一起 program 是有点有。其他其实就是想的我不能太傻逼吧，还是对自己对吧，有点要脸对吧？但其实其他时候还行，因为我觉得很多我做的东西，我是有逻辑的嘛，按照逻辑走。如果逻辑不会错，那就不会错。这个东西就不是说，而且我觉得我反应也不是特别慢的人，就是说可能不是最厉害的人，但是也是至少是 make sense 的。对吧？所以那个 learning curve，第一份工作的 learning curve 并没有像之前去留学带来那么大。心理上肯定没有，心理上已经对吧？已经很那个了，就是工作学习还是学很多东西的，然后包括去设计软件啊，去全世界飞啊，去伦敦啊，这对我就绝对是很大提升的嘛。但同时我意识到一个点，因为当时我做了很多课外的那些non-profit 的事情，因为当时我觉得赚钱感觉的心理上吃不饱。我觉得我心理需求就是你看我一直做一堆破事，就心理上吃不饱，我就做了很多海外教育基金会。就是我其实我对教育很有自己的 passion，就是当时就支持了，就在中国建自己图书馆，用妈妈名义建了个图书馆，然后给很多女就是留守的儿童，就是支持很多女生留守儿童的学习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教育真的是改变人的啦。我觉得你特别是我看到很多美国同学有钱都不想学习，中国很多特别是女生对吧，留守的孩子，就真的是没有钱，很想学习，我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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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的 unfair。事情，对吧？而且我知道女生从小到大其实非常难的一个生长环境，就是你一个人留守，对吧？你社会上的各种各样险恶的环境都不说了，对吧？你受到创伤啊，各方面，其实我非常 resonate 这些女童的事情，所以我真的非常 involve，包括捐赠书包啊，去到四川呐，去学校去实地去看呐，然后这对我来说很 passion，就是我拿到很多的 fulfillment。再就这样各举办很多活动啊、募捐呐之类的，就很多 fulfillment。然后我又知道，就 training 这个事情，单做这个事情呢，我是没有办法让我觉得人生是个很完美的事情。可以看到头嘛，我知道我是做这个行业，我未来会怎么样，我做什么样的东西，一眼看到头的生活，我觉得没啥意思。那我不太能理解的是心理上吃不饱，因为你的工作其实很有意义的，而且蓬勃发展、飞速发展，你不停地学新的东西，不停地在成长，周围环绕着都是几乎就是最优秀的行业内最优秀的人，天天和你待一块儿。一部分啊，就是心理其实我觉得我的需求很大，我的需求从各个层面，其实所以我跟你讲，我每天把我自己需求给满足了，我就已经累死了，你知道吧？就不论是你 intellectual 的 stimulation，对吧？到你真正的觉得灵魂的上面的 fulfillment，其实很 selfish，就是我帮助他们，其实我自己也 get 到很多。你在滋养你自己，你是对，哪一刻觉得，哎，我的灵魂缺乏滋养了？因为你想啊，一个人他到美国来读书4年，拼了个半死，终于进入到一份工作，那人家的第一 priority 在24岁的自己，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份工作给做好了，起码啊，能把 career 给 build 起来了，这基本上是 laser focus 的，别提说你这个工作的本身强度也不小。然后你在那个时候突然意识到，我的心灵不够滋养啊，我还得回中国去搞个基金会，捐个图书馆，再帮助留守儿童。这个是怎么发生的？我在大学其实就在那基金会做一些事情了，当时是帮助募捐啊什么的，但是可能就本身自己的能力没有说那么显著，没有做那么多事情。然后后来发现，在我慢慢事业上起步，
很多人问我说啊，我能不能捐助一些你想捐助的东西？我说啊，你要想捐钱，我知道这个啊，我可以做这个事情啊。发现就是根据我能力成长，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就是我怎么把我的那些的得到的 benefit translate 到我觉得很 passion 的，我觉得很有意义的地方去。我觉得可能也是就是第一个需求很旺盛，各种各样的需求，心理上各方面，然后加上我的能力、精力很旺盛。我也没有小孩，年纪轻，然后我确实也同时能干很多事情，而且互相不影响，非常不影响。而且 if anything 就是 relaxing 对我来说，而且我不玩游戏，我不是一个玩游戏的人，我也不是很喜欢就是刷手机啊，也不是很 care 化妆啊、fashion 啊，就是很多时间别人花很多时间的东西，对我来说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或多什么，我只是你只是 naturally 不感兴趣。天然的对我来说，我不喜欢干这些事情。哎，对，我喜欢干的事情就是 happen to be 就是这些可能比较有些能看得到成果 for some reason，对吧？工作几年之后，去念了个 MBA 嘛，念 MBA 的时候也是一个 transition 嘛，然后想看看之后还能做什么。然后后来就因为我知道我肯定想要孩子的嘛，然后当时也在想，什么时候生孩子是比较好的契机，对吧？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纠结点的所以你在计划的，我是要孩子的，然后再算我大概几岁必须要结婚的。是的，是的，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当时一直觉得女生是20到30岁是非常 challenging 的女生的年龄。你第一个你 education 你的教育你要 figure out，你哪个大学毕业研究生什么鬼的，你 career figure out，你哪个什么工作啊什么，你还要找个老公结婚，你3个事情都得在10年内把这个解决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啊，就我至少几乎是 impossible 的，真的是对我这样的。对我觉得对于一个对我来说，可能有很多更厉害的女生啊，就是可以，对我来说非常 challenging，我觉得非常 crunch timeline。你这20年你要了解自己到足够程度，从教育到你的就业方向，到学习的方向，到你未来的事业走向，到你家庭，全部你只有10年，这个太夸张了，对不对？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其他2个都好说，我觉得都可以 figure out。但家庭这个东西确实你不仅是完全自己 control 的嘛，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女生完全可以自己 control 了。我觉得我还是很长的时代局限性的。对我来说就是，要孩子，那肯定要结婚嘛。那现在很多女生就是不需要，我觉得一些时代局限性，就是她们身上就比较少一点。然后就当时我觉得，而且我做了很多，像我这种以结果导向的，我知道30岁之前生第一胎对我和宝宝是最好的。35岁之前生第二胎，对我和宝宝是最好的，就是 statistically 数据上来说的话。所以你都想过我是要2个小孩的，这个都想过。对，我想要2个小孩，我知道 exactly precisely 我要几岁生，就是我最迟几岁生，那你最早生其实更好。就是生娃这件事，你都是 goal oriented 的哈。哦100% guaranteed。然后我就知道，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我知道最迟就是我能 delay 到哪个年龄段。嗯，然后你26岁生更好，就是我知道我最迟29岁要生，对吧？然后当时我跟一个很好的朋友聊过这个事情，我说哇，我真的是很不想做这些事情，但是我感觉又要做，我好烦。他在当时有给我醍醐灌顶一句话，一个女生非常聪明的一个女生，她跟我说，她说你每天在纠结你要不要做的时候，你已经在做个决定，是你不做了，你这天 pass 了，你没做了。你一直在不做，其实你在想是要做还是不做，其实你已经在做个 by definition，你没做了。你一直在没做。因为 the fact 今天你在 delay，你今天就没在做这件事儿。那你在纠结我做还是不做，那你已经在没做了，对，对吧？你如果去purely from一个金融产品的角度看啊，其实一个女生，你任何人都有 infinity options。你跟谁生活，未来怎么过，你是 infinity number of options。你选择一个 option by definition，你要 give up 全部其他的 option。你选了一个，你别人就没有 option 了。这个选择，你一旦选了定了，你这个 option 就等于是量子坍塌了嘛。其他 value 就都 disappear 了，没有任何的 value。本来是你跟你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option，你选择一个，其他都没有了。其实这个 option 它是有价值的，对于任何人来说，对任何都是有价值的。你要 trigger 这个点，其实我觉得是个非常正常的，或一个非常的大的算力过程。你要想每个 option 最后的 outcome，你要在 probability，然后在 collapse 上那个点。所以你从来都是calculated 没有， optimization。我就是跟你讲比较蠢的一点，就是我能 aware 到这个非常的 significance，
但是我又无法做的 calculation，因为我智商不够，我算力不够，就是我是无法算这个事情，但是我又 aware，所以我的痛点就在这里。如果我觉得你能算了，那也就非常 cut and clear，就是我要做这个事情，我算清楚了，就这么你这个决策就很简单了。对了。但是我是知道，正好你下围棋，你 suppose 你要算20步吧，你能 forecast 20步别人怎么下，但我又算不清楚，因为我智商不够，我先是算2步，算2步呢我又不 confident，然后我就特别纠结这个点，就最终还是对吧？这个智商是硬伤，对吧？就算不清楚这个点，但是我知道要算，然后就很纠结，然后就你要是真不知道要算了，你又快了。对，你就是你你要就稍微那个你又不算，那就下棋就下了，对吧？所以这个点就是比较痛苦点，然后当时也做了这个决定嘛。我现在看来，这个东西反正这种东西不能说，反正就是我最后也 deliver 了。29岁生了第一个女儿，34岁生第2个女儿。你在规划要是几岁生娃的时候，你有老公有男朋友吗？在规划想的时候，因为当时也不是说规划，就反正数据都告诉你了。对啊，就是在关注这个数据，给自己设定 deadline 的时候，你那时候还八字有一撇吗？有老公吗？那你会反推吗？嘿，29岁要生第一胎那也26岁我可得要找个老公。找个男的结婚的，估计也不是这么难的事情嘛，就看你对吧？这个就看你找什么样的人了，对吧？就是我觉得你也知道你什么时候死，大概也能推嘛。然后88、90岁，这个很正常。所以我现在也得反推啊。所以我跟你讲说，我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我现在画画，我就推到70岁以后再做60岁。如果我能活那么久的话，按数据来说，我应该能活那么久，对吧？你还有 probability 可以做哪件事？对，你知道，你现在我就说应该最近做什么事情，我应该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做死，什么时候不能做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都可以算的嘛。这个反正这个对我好。所以很神奇的是，刚才我们聊到的是你去哈佛读 MBA。然后呢，你的 on top of your mind 这个 topic 是我算几岁生娃，所以去哈佛读 MBA 和你生娃有直接联系吗？没有直接联系，只是时间点上刚好 overlap 了。因为当时是我知道我毕业之后找工作，我不能找一些工作因为我要生娃的嘛，比如说经常 travel 的，我就不能找。对，就像比如说那种我要 over。等一下，你这么一个 driven 的人啊，在哈佛读 full time MBA。大家都知道，就是这2年就是 full time 找工作项目，不管你读哪个 MBA 吧，你脑子里想的是我找工作必须要给我29岁生娃这件事让路的，因为那个时候时间 overlap。是的，因为我知道生娃这事肯定要做，但是呢，因为我自己母乳喂大，我也想给我女儿们母乳喂大，这是我一个选择，对吧？合着你把母乳时间也算进去了。对，所以我知道我母乳的时候呢是不方便 travel 的，对吧？然后我知道说我肯定不能选择 consulting， 我也不可能选择一些晚上你要弄，因为我知道晚上你要带着宝宝啊什么的，反正不方便。我知道这几年我的工作选择是非常 limited， 对吧？但你是一个这么 ambition 的人，而且是 goal oriented career focused， 你愿意为这件事情让路的。对，因为我知道我想要小孩啊，你就 optimize 说 OK 我要小孩，这些是我给自己的 somehow 我设的 constraint， 这些是 potential 的工作机会，那我只有在这个环境里面选择最 high profile 的工作。但我知道这是 temporary 的，这是 temporary， 我知道过几年之后我是一条好汉，对吧？就说这个时间是我会 somehow 不能 as aggressive as like to be， 对吧？不能非常的激进，这也是很痛苦的点，但是也没有办法。然后我都不敢想象你有多纠结。哇，你想蜕变，反正这个东西都是人生选择嘛，这个就是选择。不是，就是首先啊，你是大概比我 ambition 要100倍以上的人，然后就我完全没有规划。有了娃之后呢，我继续飞，在飞机上泵奶，我也是全母乳2个娃，各自1年，飞机上泵奶，会议室泵奶，开会开一半出去泵奶，然后出去出差，对吧？公司就24小时把那个奶飞 FedEx 回来，就是那样，就是这样没规划。但是像我这么一个没有那么 ambitious， 但是 career 还 pretty important 这么一个人，是这样在干的，我就不敢想你有多纠结。就是你在哈佛读这 MBA， 要 intentionally 的在选择 career 方面给他让路的，就是这个 IB 我就不去了，这个 hedge fund 我也不面了，我比如说就选择好这3年我去这里，因为我要生娃。我觉得这是可能对未来自己一种自信吧，我知道我一定能回来的。我觉得是我 somehow 我知道未来我还是能成为一条好汉的。
我知道我的 intentionally 我 take a break，it's okay。这个我觉得是，你说盲目自信也好，还是就是对自己的某种心理上的安慰。我知道我这2年肯定 somehow 就会 take it slow，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女生就是要给自己卡点 slack，我觉得不是你不能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对自己的极度 honest。因为很多女性在干什么？很多女性包括我自己 trying to do many things at the same time。我既不想放弃我的 career，我要升职。The 嗯 fun fact 是我是在 maternal leave 前一天被升职的 promote。Literally 今天升职，明天 maternal leave。然后呢，就是你这个也不想丢，你那个也不想放，娃也得管，还得母乳嗯，啊。我觉得一部分不是说我不知道生娃养娃要 take 我2年时间，不是说我不知道 there is a possibility 我可能有2个娃，而是我没有那个勇气 be so honest。你就真的这是一个极端100%的 honest 的问题，你有没有很诚实的对待你自己，还是你在有一层比较侥幸心理虚的侥幸或者是梦你在幻想maybe you can have it all。我觉得是可以 have it all at different times。对啊，但是这个幻想是 maybe you can have it all at the same time。是必然后你死现在回头看，你就必死啊！但是这个不是说你不是因为说我当时没有这个 information， 也不是说我不理解这个逻辑，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做到像你一样的那种 honest， 就是this is the fact， 就 respect the logic。我觉得可能也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吧，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 sugar coating。没有，我觉得是每个人，因为有些人确实能力会比较高，他确实能够，对吧？像你说，你也做到了呀，只是说你可能比较 miserable 一点，对吧？我觉得你也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也不是说我选的路，就是你只能确定你选的路是适合自己的就行了。就是我选的路只能是适合我自己，不代表我不是说你干的一定都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其中我想要就是提取出来的是怎么做决策这件事情。因为你能做出更好的决策，只有在你真的非常非常诚实的时候。是，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我觉得对自己诚实这个点，最终是 benefit 自己的。哼，所以很多人，我觉得其实我很对自己诚实，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多怎么的人，因为我知道 ultimately 我做越贴近最真实自己想做的事情，最终让自己更开心，就这么简单。对，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逻辑，包括你越诚实，你越能够 level set 你的 expectation， 然后放的越对的位置，那你就更容易 happy， 更容易开心，因为 happiness equal to reality minus expectation。对，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我问你任何问题，小学开心，这个新加坡哭了1年后面就开心了，去美国一开始有点，后来就开心了，干第一份工作开心。这一般听众听着，这人太假了吧，这可不可能？但不会你呈现出来状态真的开心。那我就开始去 try to 理解，尝试去理解，这是为什么呢？那我发现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 being honest， 就诚实的看待客观的和主观的东西，然后去做决定。这样这个决定其实是你的 expectation， 你的每个 expectation。 就举个例子这个决定不简单的说我是放松2年这样的决定，然后我生个娃，所以我这个 process 就 smooth， 不是那么单纯的。比如说我决定我要去 conquer CS， 我要去学 coding 了，我没有 background 的。但是你也很诚实我是没有 background 的，你们都是有这个5岁开始 coding 的，我们的差距是很明显的。我已经意识到我可能要付出比你多的 effort 才能越过这座山的，那个也是你决定以及 expectation 的一部分。所以当你真的去攀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what the fuck， 这是简直我是选了条啥路的，把我自己坑在这里。不会，因为从第一天你就认识到 OK， 这个是 the reality， 我是不是要这么选？我 push 我自己一下，我要决定要这么选，然后我要这么干。那个时候你真的在干的时候，遇到再大的天大的困难，你不会觉得这是飞来横祸。我觉得你说的好，你剖析的就比我自己想的还清楚。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大部分的问题，如果我很诚实，是
我应该是预设到，有的时候我也会有侥幸心理，其实我会说啊，应该不是问题，其实我潜意识都知道是问题。嗯哼。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越诚实，越不侥幸，最终结果就会越高效，对吧？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可能就是慢慢形成了，包括现在自己公司的风格啊，我自己的风格也是，就尽可能的对自己、对别人也诚实一点。就是当然有的时候，我觉得诚实也不代表你是对的，只是说你要很诚实，这是我现在的这么觉得，但我可能是错的。对，起码是我认知范围内，对，我愿意去承认的 fact。是的，是的。你从 MBA 到变成一个人妻，再迅哎呦喂，速成为实话说的，成为这个成为这个母亲啊，因为这一块我还是比较的好奇的，就是这种角色转换。其实在我觉得，你的角色转换的这个时间是比较密集的，可能啊，我不太清楚具体什么时候结婚的。像我自己的话，我 take a long time，我结婚，然后再来美国读书，take 8年没有生孩子的，然后再成为母亲。我有我的时间去 make adjustment，怎么样成为一个这个妻子，怎么样成为一个母亲，这个 take 了很长时间，我有 buffer，慢慢来的。但你可能是压缩在几年之内的，所以订婚、结婚、生孩子是1年。这是吧？这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对，就因为其实交往很久了，交往很久，只是说这个 trigger 就是我觉得，生孩子这个 trigger，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我并没有我觉得像你 again，我觉得你要求对自己要求比较高。我的转变就是说，我要生孩子，我要做个好妈妈，我并没有想很多别的角色，你怎么定义一个好妈妈？我自己开心啊。就小孩这很重要啊！对，小孩你需要有个快乐的妈妈。对，小孩健康成长，然后我自己很开心就可以。然后我觉得作为母亲确实是改变是大，因为你把另外一个人的利益都放你自己之前了，某种意义上面，特别是小的时候。然后，确实是会失去自我一段时间啦。我跟小朋友在一起是我唯一的我可以低 prioritize 自己的，我可以不想工作的。就是我跟现在其实有点难，说实话，但是小的时候，我是唯可以理解。一就是我可以不想工作的事情，就是跟我孩子在一起。其实小孩对我的 mental health 是非常有利的。如果没有小朋友的话，我觉得我会一直是工作，就要么就高频的工作，一直工作，然后就高频出去玩儿，就非常的但我不觉得这个一定会对你 mental health 有影响，因为你做的工作不是别人逼你的，是你在 have fun 对，的，但是会对吧？真的不健康。就是我自己说，我就知道自己状态，我就一直高频工作，然后我不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疯狂 decompress 出去玩儿。但有孩子之后，我就哦。3个 phase，就是我会很 calm，我会跟小朋友会不以我自己为中心，对，我会我就想问你这个，因为你对，就之前很少说你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对，我太自我为中心了，因为我但从小一个人活，你知道吗？我一个人活就什么都以自我为中心。你非常自由，但是母亲又是一个 opposite。对，就非常对我 mental health 非常好，就是他们2个是唯一让我以不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出发的人。跟他们在一起，我就 prioritize，就就他们的，哎，你最近学校里干了嘛？我真的是想知道你有什么喜欢的人了啦，嗯。好玩的事情了呀，吃了什么呀？就我会把重心放他们身上，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想玩什么，想吃什么。对吧？他们喜欢就我会觉得其实对我的 mental health 是非常非常好的 decompress。他们让我进入了3个不一样的 stage，对吧？就除了疯狂的工作、疯狂的玩，那我对他们就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我觉得对我人生是非常非常正面的事情。就回头看肯定是的。当时在经历那个转变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崩溃？也还好，因为我花钱。我知道我觉得任何事情还是花钱解决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不会去做家务，没有精力，就请阿姨做家务啊。我知道我刚生完孩子，就你不可以指望任何人，不可以指望，你永远只能指望自己和自己花钱能解决的方案，热情月嫂，That's fine。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但是问题。阿姨只是帮助了你日常的琐事，对的，阿姨比如说你失去自由，你的孩子总挂在身上嘛。
对不对？对，对，是我母乳过的都知道，刚开始可能2个小时就要母乳一次，然后再拍1个小时嗝又开始了，是，无限循环。你会有一个，我曾经是一个如此自主自由的人，我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想干啥干啥，突然之间变成像在不能说是牢笼吧，但是没有支配自己时间的能力的。是你不是自己了，确实是我当时母乳喂完我2个孩子之后，我第2个孩子母乳喂完我太开心了，身体终于回归我自己了，对吧？我爱干嘛干嘛，我的自己身体，就咖啡也不能喝，酒也不能喝，啥都不能做，对吧？所以确实是，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照你说的，我之前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已经 mentally prepare 了，就我嗯，知道这是个啥，然后 in it 的时候我知道，哎，这是我要做的，我也正在做，我也知道会有个 end，对吧？然后你中间就 push through 嘛，对吧？然后你也知道你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嘛。我觉得就是最糟糕的是，我觉得第2胎的时候是刚好是 COVID 的时候，那更加就是你又不能 travel 啊，什么都不能干在家。但对，是这个你 push through 之后，而且第一个孩子又不让去真正的好好上学啊，因为学校都关了呀，当时那么 miserable，对吧？但是这全世界都 miserable，这个就大家正常嘛，对吧？这就 push through，然后你能更 appreciate 现在的好处嘛，现在2个宝宝都大了呀，你又可以重新拼事业了呀。我现在而且我非常的 at peace，因为很多女生可能 delay，就拖到后面，现在就她的焦虑程度其实没有减轻的啦。那现在我看过来，我2个孩子都已经挺好啦，对吧？也挺大啦，就是我自己也拼事业啊，我觉得这样反而让我觉得很平静。就一件事情已经 done 了，这件事情是 on the list 的对，也是，right 我 on right 唯 on 一要 time 一 check 定要 off。一定要做，就好像他们说像你 ski 你到山顶上了，there's only one way down。不过是说，解决焦虑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件事情给干了。对，你要就做好决定，你要不要这件事情？你要的话，你什么时候做，对吧？你要不要就不要了，就不要去纠结了。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哎，娃也差不多了，奶也喂完了，我又可以重新去干好汉该干的事儿了？是，就是当时算了嘛，我第2个女儿是我知道我要喂12个月奶，当时算了嘛，当时就是喂完奶第2个女儿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开始 aggressive career，可以开始 travel 了嘛，最重要是，开始找新的工作了嘛。彭博社当时负责了彭博社全球的数据对接，就全球跑。career 里面，你也辗转过不同的公司，啊，有没有那种无力感？有没有出现过？哎，我发现 career 其实并不是我想的那样，一直都是我可以 control 的，并不是我曾经想的那样。哎，我只要付出了，我只要把我智商拉满，像我 consistently 的 deliver，我就能够 control 我的下一步的。有过那种迷茫的时候吗？有，我觉得在 junior 的时候这种比较少，因为你做了就能看到，然后到嗯越来越 senior 的时候，发现很多都是 politics，是需要 politics drive business results，啊，OK，那是 necessary evil fine。那有些 嗯 politics 就是完全是因为有些人 insecurity 啊stupidity，那我觉得这个你连 what's the angle 都没有的话，我就很难 tolerate。那肯定会有，特别你到越来越 senior 之后，当时也很 frustrating，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怎么去搞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具体是什么事情？也就是上面就是 leadership，他们互相的自己要每个人都要扩大自己权利嘛，嗯对吧？他们会去争抢一些东西，然后会 impact 到他们下面的一些 team 的 嗯哼 organization，对吧？很多东西你觉得不 make sense，但是很多东西也是 beyond 你的 control 嘛。我当时的 frustration 也是，我有没有办法去 influence 这个改变？如果没有的话，那我是继续去适应，还是找别的机会？那这个一般都是两头都要看嘛。你自己嗯哼。一边适应，一边看看找别的机会，同时也想想，你这个其实当时我焦虑的源其实不是来于这些点，焦虑的源是不停地对自己人生的一个考量嘛，就是说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做多久，我人生想做哪儿。我觉得我的 frustration 是 bigger than 这个 politics。嗯哼，我大概我老公说，我每4个月有一个 crisis，就是我到底在干嘛？就是我在做什么？我到底在干嘛？我想干嘛？我觉得我应该干嘛？我现在有没有在干我想干你觉得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对，那每4个月这个 cadence 是在Bloomberg 的时候，还是包括之前？包括之前，就对我来说是每4个月一个 crisis 是非常正常的。这 crisis 体现在哪些方面？你会有焦虑，哪些 symptom？非常焦虑，疯狂的想机会，想法，想别的工作机会，想创业，是 triggered by 对现状的不满。就是一个 build up。
对吧？你慢慢 build up 之后，因为我是大概每一年会换工作嘛，就算这一个公司我也换工作，一般一年我会换工作岗位，就是慢慢的积累，然后开始爆发。爆发时我想找新的工作啊，新的岗位啊，因为创业机会啊，去跟别人碰撞啊，然后可能会就 pivot 一下，somehow 在 local optimize 一下，然后你会慢慢不满，又开始有爆发，对吧？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 consistent。你怎么处理你那样的焦虑的症状？找 solution 啊，换工作、找工作、想创业，就不停的。所以你是属于那种比较 proactive，就是发现了到一个我忍不了的地步了，我就开始每4个月，主动出击去找对，一些，这样不是是唯那种很多人可能会就啊，那我再 suck up 2个月，再 suck up 3个月、半年，再看看，我再忍一段时间。你永远可以 suck up，你在找的时候也在 suck up 啊。只是说那个时候唯一让我自己好过的就是就解决方案嘛，对吧？这是唯一让我觉得好过就是解决方案。然后可能你在这同一个公司里辗转了几个不同的岗位，你觉得那每一次辗转是一个 bandage，就是一个创口贴呢，还是说是heal 了就你？都是创口贴，因为都是至少我学一点别的新的东西，让我自己稍微好过一点。这个只是 temporary 的，就是嗯，我这个 crisis 直到我创业才没有。那这些 crisis fundamentally 一般都是由什么东西引起的？吃不饱，做的不够多，离我想要的 achievement 差太远。就是我想做永远我想做我至少在我的定义里面，我觉得更爽的东西，更牛逼的东西。怎么定义爽呢？不知道，就是我现在做我觉得挺爽的。就是所以 translate 到就是我要有 full ownership，100%own 这个东西的。对，我想做一个我自己，有100% control，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对我来说很 meaningful、很 impactful、很好玩的一件事情。这的确，我觉得在 corporate 是几乎找不到的。嗯，我觉得相对比较对，相对可能比较难。有些人可能有这个工作，可能相对于我比较难来说，因为基本上 corporate 我们谈的是相对有一些规模的 corporate，那 either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螺丝钉，不管你的 title 多大，那也就是一块 scope。第二个，每个人都是可以被替换掉的，因为它是系统 driven、process driven，没有哪一个部门说因为没了你，这公司就得倒。那挺好。我觉得我能被替换掉特别好。我现在特别想在自己公司怎么样可以把我自己替换掉。这不一样，因为你 own 你的公司，啊，对，是是是是是，对吧？但是你在看待你下面的员工的时候，可能要考虑怎么样让他觉得他是，不是说独一无二吧，但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创业比较容易一点，确实是。对，因为在美国的公司，大型的 corporate，一旦你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是 dispensable 的，就你可有可无的，我的存在对这个 business 的生存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那这时候就会考虑意义感的问题，那我在这儿干嘛呢？What am I doing who I am？就是回到你每4个月焦虑那个问题了，是的。我每天都在干什么？如果你有我没有是一样的。是，我能体会到，所以为什么说当时我可能就是做其他的 extracurricular 了嘛，就是你再从其他的东西上面去找到意义感，嘿，这个东西是我一个人搞出来的，你所有看到的 impact，由于这个项目，那是因为我的努力和我的 input。有可能有这方面。对，我对，就具体怎么解释这个爽感，这个 fulfilling 这个点，确实可能要再更真实的跟自己剖析一下。对，确实是，我觉得这未来就加上 AI，我觉得人可能会很多现在心理问题已经很多人就非常严重了嘛。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从 balance 这个事情。有家庭可能相对好一点，因为你永远在家庭这边可以有个支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是在2个完全不同的行业工作过的，一个是 consumer goods CPG，相对比较缓慢，一个100年的 industry，很成熟了，它还是 low margin，which means 它不是一个 empire building 的 traditional empire building，也就是说我招越多人越好的，因为它没那么多钱，每个人一个坑，你要 deliver 的东西几乎是固定的啊。当然我在 tech 也干过，就是我不是由我的需求决定我招多少人，
我是由我的 affordability 决定我可以招多少人，这样我可以体现我的规模，拿到更多的资本。好，那直接我就会有一个180度反差的体验，就是一方面，在传统行业，它给你一种感觉，起码是没你真的不行，没人啊！我去 maternity leave 的第2天，新的人这个位置就要坐进去的，活得顶上。你可能在创业公司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人真的不够用，我要干的活太多。然后到了大型 tech 行业，这就是不只是我有我没我，有没有这95%的人有和没有，它的股价可能都不一定会变，没准没有还更高一点。那你想，那95%的得多怀疑自己的存在感呢？人家接下来就会有更多，比如说 golden handcuff 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所以就回到这个意义感，可能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心理问题，因为这可都是一群 extremely talented, ambitious 的 talents 在里面发现自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是的，很多人我知道就是招人就是为了不让 competitor have 那个人，但那个 Exactly，人没有 meaningful work。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 unfortunate 的事情吧。我觉得，所以，但这个东西你也不能 feel too bad，因为这个怎么说，大家都成年人，你自己做的决定。公司有公司给你的这个 offer，你自己 make decision，你 someone 你 should expect that。你当时决定，那你就接受 consequences，这是 way worse situation。你像你别人吃不饱饭的，对吧？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跟谁比？就是我也不 feel 很 bad，就是说，我但就as 你 对吧？talk about，这你正好说到这个，这是你自己的决定，你是怎么做的这个决定？说 OK，我get enough 了，我就是放弃，比如说 Bloomberg 我也不干了，这个 title 我也不要了，security 我也算了，这 corporate ladder 到此为止吧，我要去 take 这个 risk，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创业这样的事情。我没觉得自己 take risk，你知道吗？这个是很多人觉得，因为我有100% certainty，这个事一定能成，啊，所以我就没有觉得这个这个是。东西从哪里来的？这个100% certainty 从哪里来的？我觉得我就这个行业，我能看好它的发展，嗯我知道我能做到。我觉得这个就对我来说，这是非常一个 no brainer 的事情。因为嗯是这样，其实我之前想过很多创业的想法，每个我都觉得啊，为什么是我都不太确定，你知道吗？因为我是这样，我觉得相对我还是很诚实的人，我只会 justify 为什么，比如说我跟你创业，为什么我们做个想法，我一定比你牛逼，对吧？我就解释不出来，我无法跟自己解释说为什么厉害。但是这个我觉得我就是应该要做这个事情的人，就是没有任何的想法说我做不到，就是我觉得就我了，这是只有我能做。你给个 对我来说，context，你说的我就这件事情是什么？对，我是做这个，算力的数据公司，做期货、期权、金融产品和测试产品的一个公司，也同时也做算力现货。但是它这个市场的发展非常大，我看到很多大宗类商品的交易的整个发展过程非常类似，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非常的 intuitive。就我不需要跟我自己解释很多。我过去经验刚好这个非常非常吻合，我很 passion 这个硬件啊，包括金融产品、数据这个也是我很 passion，我很喜欢的，我没事也自己想的事情。嗯，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哦，这是个 risk，我真的没有觉得这是个 risk，就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的逻辑推理的事情。然后我就当时从看到这个机会，想要这个机会到去做，中间没有任何的犹豫或者纠结。那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最开始看到这个机会也是在彭博社的时候，跟几个创业公司在聊天嘛，然后当时他们是跟彭博社数据合作，做一些产品。然后我说："哇，你们创业公司做得很好啊，很多投行用你们真的是不错。"然后他们就说："啊，其实不好啊，他们的 revenue，他们的收入是定的嘛，每个月就定点就是收费收多少钱，但他们的这个成本是波动的，他们是付给云厂商这个 GPU 的钱嘛，每小时按算。其实那个钱呢，它是从3块、6块到9块，就波动挺大的。然后导致它的这个毛利率，它的 margin 呢，其实波动也很大，甚至到了负数。它很多所以这些 startup 它的 business 是建立在这些 GPU 的 supply 的基础上的，但 GPU 的价格一直在波动，所以它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价格可高可低，这就导致它的 profit 它的利率不可毛利率不可控，你知道吗？控制。嗯因为它更多客户，它毛利率还是不可控。就好像你跟
一个航空公司说，对吧？跟南方航空公司说，哎，你原油你对冲不了了，你只能卖飞机票，你200块钱一张，但你明天发生战争，原油价格飙上去了，你也得 suck it up。定价格，他不是疯了吗？他怎么定价？他定不了价，对吧？这就是这个行业的问题，它发展很快，导致这个基础设施，它的金融基础设施是不存在的。所以当时对我来说，这个市场未来算力肯定比任何的能源都要大，它不可能没有一个金融体系做这个事情，对吧？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谁去做的事情。那当时我觉得，当时那个时候，在金融体系的人，他是分不清楚 GPU、CPU 的区别的，他不知道不是 tech 出来的，对对，tag 出来的人他是不清楚什么是金融衍生品，他是不了解的，所以他们两边都等于说我做的是个 West Coast 和 East Coast，对于美国来说，一个 arbitrage，对吧？是一个找一个一个点，就是两边的人都看不到这个痛点，我刚好的两边都看到了这个痛点。你也不是 tech 出身呀。对，当时我做的东西是数据有关的嘛，而且我是 CS 背景。然后就导致了我两边都比较熟，因为做数据、做金融公司的 tag 的东西，就两边都看到。而且我毕竟也是金融这边出来，我又知道一些金融衍生品啊、数据的东西，所以我两边都看到非常清晰的这个知识需求差。然后当时我的第一份工作，老板也看到了，我跟他聊过这个事情，他说对，就应该有这种公司，就是这个立刻就给钱了。对，一拍即合，就是让你就觉得你要去做，他就决定要给钱。对，非常非常快。你给了多少钱？1 million，然后你就决定离开 Bloomberg 开始启动。启动的时候，这个公司里就你一个人。对，我一个人很长时间，大概一个人了好几个月，然后就做产品啊，就找数据啊，做架构啊，跟别人交流啊，自己学习，就学了很多课嘛，就上网学啊，各种包括跟别人聊啊，是硬件啊，挺好玩的。反正就对我来说，这个全新的东西，每天都很多事情要做，因为从零开始嘛，从公司注册啊、名字啊到网站啊、那个 landing page 啊，反正挺好玩的。然后后来慢慢开始招人了嘛，真的第一个 full time 的话，应该是2024年12月份招的。然后当时公司已经开始有慢慢的挺多有规模上去了，因为数据就生产很多数据啊什么的。所以第一个数据产品是你一个人造出来的，从无到有一个人弄出来的。对，第一个我最开始设计啊，就说啊，我想这么做啊。到现在有些我说我们要就是升级嘛，最开始那个 dashboard 什么都是我自己弄的嘛。当时你自己手搓出来那个产品卖出去了吗？有，后来卖出去，对吧？对。我回忆一下，当时就是你看，我从 Bloomberg 这个每4个月 crisis 一次啊，跳出来了，也不仅仅是 Bloomberg 吧，就是 corporate life 跳出来，然后呢，开始疯狂学习手搓产品。我手搓出来产品，而且还卖成钱了，就有人买账了。那个时候什么感觉？挺高兴的。我刚卖出去那几个月，我生日的时候，卖出好几个客户，我说哇，这是上帝在给我庆生嘛！我觉得我就可以多生日几次。我心里在想，我说我可以多生日几次，就真的那种第一次第一几就当天我是那天开了好几个单，我是觉得神奇，你知道吗？真的是觉得特别开心，然后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多这个生日就是运气好，所以我就挺开心的。我觉得这个成就感肯定也是有的，但是我的问题是我很多时候我的成就感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应该发生，就是我已经看到它会发生，它也发生了，所以对我来说我的 joy 就没有什么太多 joy，我很快就看下一个 task 了。这个有好有坏吧，这也说不清楚。所以你的 expectation set up 的时候，不仅是哎呀我要付出多少是在 part of it， 我大概会到哪一步，达到哪个 achievement 也是 part of the expectation 的，是，所以 nothing is a surprise。你都 cover 掉了，就只会说 underperform，只是说这个东西我没拿到，我说哎，真是有点烦。但基本上我拿到的都是我预测我本来就应该会拿到，苦和乐都已经算进去了，预算到了，对，这些基本的算力还是有的。我可以想象啊，相比这 corporate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体验。然后呢，我也可以想象你的这种兴奋和这个成就感，和每天滋养自己by学习这么多新的东西。那有没有非常绝望的时刻？
在过去这么几年创业的过程中？绝望倒没有，我觉得就是可能，我想一下啊，我会觉得就是，绝望绝对是没有，但是有些就是 surprise，比如说我之前就是一个 founder 一个公司嘛，我觉得挺好的，反正也不是说轻松吧，但觉得挺好玩儿的，对吧？也挺放松的。然后后来去年10月的时候，我做 CEO，就 Duo CEO，另外一个公司做 CEO 了，也是当时我的就是投资人，就是看我这个公司搞得不错，就说啊，你这个公司也搞一下吧，就你可以 Duo CEO 一下，就给我一浪 on 的。然后说靠，心里想我靠，真的是，就同时兼顾两个公司的 CEO。对，对对，当时在知道接手到正式接手那段时间是焦虑的，不是说悲观，就是焦虑，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东西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未来这个产品走向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是太多 unknown，然后我会焦虑，对吧？然后接手过后，第一天正式接手了，我就焦虑减少很多了，我大概在了解什么事情了。现在就更加不焦虑了。虽然说产品也都需要打磨啊什么的，但这个公司慢慢已经转变为一个 Carmen 公司，是 Carmen 基因的公司了。文化上、人员上、产品上迭代、想法上面，那我越来越不焦虑了。所以我的目标就是把每个公司能够尽量的不要我去做很多决定，就通过基因，通过很厉害的人，就自己就越来越牛逼，然后我就可以做更多别的事情了，对吧？我做只有我能做的事情。然后让很多事情让最专业就做的比我好的人，很大部分人做的东西都应该比我好，比我做得更好的人去做那些事情，然后我能做一些只有我能做的事情，就慢慢的把事情给做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玩。那我最近听到 Steven Bartlett 也说一模一样的话啊，他是 the founder of the Diary of CEO 以及他一堆其他的 business。嗯，他说我只花时间在几乎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我希望 focus on 我所有的 energy 在只有我能做的事情上。第二个呢就是我花时间 hire the best talent，那几乎就是跟你不谋而合的。你我觉得我害人没有他那么厉害，我觉得我害人可能没有花太多，我觉得运气比较好，就是就他这件事情，人家真的是花无数的时间下去的哈。就我觉得真的是，你觉得，我自己体会啊，害人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可能跟我个人的性格有关系，这就是我不能逾越的一条坎，就是害人在我这儿就觉得是一座大山。我觉得也挺难，我觉得也挺难。我觉得就招人，嗯，是双向选择嘛，确实不容易。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活得比较久的一点好处，就是说你认识人会多一点点。活得比较久，你的意思是创业时间晚一点？你看我50岁创业，versus 我25岁创业，我认识人比你多，是这个意思。社会就是你肯定你 by natural selection，就是你活得久一点，这件事情就正常来说就会比年轻人多，OK。对吧？人稍微就知道，就是稍微好一点，就是招人啊，我知道你之前做过什么，我认识你啊什么的，这是 right timing。嗯。这个稍微有一点点优势，对于年轻人，其那实也这肯定是不够的。那你觉得，还有其他的 magic 可以让招人这件事情，尤其是我知道你的 principle 要招就招最好，对不对？那么怎么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容易一点？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招人，哎呦喂，我觉得很多感觉是命中注定啊，就有些嗯。人要看，跟你公司文化，因为我也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公司啊，就别人为什么要选择跟我一起共事呢？那肯定有很多别的选择啊。很多时候你强扭的瓜也不甜，我觉得我永远是把最真实的公司情况告诉他们，因为我觉得你现在要不真实，他们加入之后不喜欢了要走，那更麻烦。那你还不最真实的跟说，我这么想，我这么看公司的情况，未来我觉得这个走向。然后我希望他们也很正式地跟我说，如果能够是个好的契合，就不要勉强，勉强不能长，真的不能长时间。就我希望他是高兴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我是很难给别人情绪价值的人。如果如果他需要我要给他很多情绪价值，才能够有驱动力的话，那肯定不能长时间。他自己本身就从做这件事情中拿到很多的开心的点，他才会继续去
好好去 enjoy 工作嘛。嗯所以我需要找那些有很强自驱力的，喜欢本身真的很 enjoy 的人。如果他需要很多的，push 很多需要 motivation 这些对，东西，或者说他需要很多的情绪价值的嗯，话，就是包括的 community 啊 camaraderie，那可能很难创业公司，因为团队比较小，又是 remote 的，那就很难。所以我比较 concern 就是还有比较年纪轻的 uni graduates，因为我觉得，可能最开始工作你还是希望，我觉得也很正常，有一个大家都在一起工作的环境，就是人 physical 在一起工作环境。那像我们这种初创公司或者全世界分布都有人的公司，就很难达到这个点。所以我就是看人，就双向选择嘛，很多时候。我觉得 again，我觉得是做很诚实的，找到那个合适的人很重要。就你很诚那实，他们那你也告诉他们想要什么。那你讨论的是等于说我和这个人对接的时候，be as transparent as possible，对吧？那很多时候你还找不着这个人，这个 seeking 的这个过程一般是怎么发生？对，我觉得最开始我们做 Silicon Mark 一个产品的时候，找 GPU benchmark engineer，找那个就芯片测试那个人，我觉得好难呐。当时我们也动用了那个招聘的专业的就猎头嘛，然后猎头的别人，我公司刚刚起来，他说你什么公司，什么鬼公司做 GPU，然后你也不是个背景，什么你也嗯做啥，所以当时确实是招人，确实是比较难。当然现在稍微好一点，这确实是我觉得在美国当地招的话，因为我本身也在美国念的书嘛，然后有学校啊各方面的 network，这还是会帮助到一些。但确实是难，因为我没有个 CTO，你很多时候你找 engineer 做有个 CTO 在，那别人觉得你 trustworthy 一点什么的。然后我又是一个女生，又没有个 CTO，对吧？所以这个当时一般人态度，你招一个 CTO，一个一般白人男生或什么的，别人你他都会 join 你嘛。最开始，当时肯定有这方面的，我觉得比较难的点。当时比较幸运点是开始招一两个厉害的，然后后来公司慢慢就起来了，然后也没有这种 concern 了。嗯。当时面试人都很难，你知道我面试别人什么鬼，就是我也不知道面试人什么，然后我就 outsource 到就是比如说我就是跟我投资人的公司说，你给我搞几个靠谱的 engineer 人帮我面试一下，我就嗯，不知道面试个帮你啥。筛选一下，嗯，对，我也不知道我问你问题，你回答了我都不知道你回答对不对。对，你也不是干这个，所以因为我也不能做这个 decision，我就是面试看你这人是不是正常的交流，对吧？很多时候我就 嗯，outsource 到别人，让专业人做专业事情嘛，对吧？然后相信他们的判断。你自己在判断这个人，不管他是不是 Ng，不管他是什么 function，你自己在看一个这样的人，这样一个 talent 的时候，你一般有哪些东西你特没有什么，别注重？我觉得我太不会我觉得我不太会面试人，因为我觉得我面试人，我可以面试人中间30分钟，我可以在招和不招中间来回横跳十几20次，就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哎，真的不行不行，哎，这个好像哎可以，哎不行不行不行，哎可以，就来回横跳，你知道吗？嗯，因为我觉得我太不靠谱了，所以我觉得我面试人，我觉得我面试人挺那个什么的，就我不觉得我很靠谱，面试人。嗯，所以我比较相信长时间的合作，我跟你合作过，或者你跟其他团队人合作过，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靠谱的一个关系嘛。然嗯，后如果我一般面试人，我都喜欢别人一面一面，那别人什么，我觉得很多人就比我好，你会非常的去剖析，就是比较深刻去理解。除了招人以外啊，这个创业就远远不止招人这么一个坎，其他有一些 haunted 到你，就让你日夜睡不着觉的事情吗？那也睡不着觉，那倒没有，我睡着嗯。就我知就 道啊，你这个睡就眠质量是非常好的，虽呃然睡眠时间是非常短的。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还行。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去想产品未来的发展，然后我觉得我们团队每个人都会给我说做的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是我觉得我能解决团队给我指出的毛病就就已经很多了，不错了。就已经很多了，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你这个模子不够快，这个产品不行，这个思维逻辑不行，这个想，我觉得就很多的事情一直在迭代，但我当然各方面可以做得更好，要多招人啊。要做这个啊，换人呐，或怎么去结构啊，反正我觉得，呃，都是积极地在改变嘛。这个我觉得就可以了，反正你不可能你现在完美，你过一个月市场变了，你就不完美了，That's okay，就你不停的就迭代就可以了。所以你看上去工作方面你并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是干了再说，迭代了也行。对，对我来说赚到钱就是完美的，至少给你反馈，正向反馈，对吧？我觉得完美的人，对我来说，我对生活要求不是很高。我嗯，觉得我能让我有时间锻炼，
和朋友和孩子们玩一玩。现在唯一就是我因为管2个公司，就导致我没什么玩的时间了，这个有点 frustrating。就是比如说，因为你这愧疚感，这 guilty 的愧疚感是在玩的时间不够了，不是说我陪家人不够了，我这个对不对？因为我陪家人的还是陪小孩相对固定的嘛，就1、2个小时每天陪孩子们吧。这个还是就是我自己玩的时间，比如说我想就是我滑板就没办法去滑了，本来晚上可以后半个小时滑个滑板，现在可能各种各样的开会啊什么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呃，压力太大，比如说明天礼拜天早上我会打橄榄球嘛，我是很 enjoy 的那个 competition。然后可能我就mind 太 preoccupy 了，就是打的时候我都无法放松，我就无法 enjoy 这个 game 了，不能 be present。我就很 frustrated。对，包括我下围棋，每个礼拜下围棋，我也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一旦开始不能 concentrate 那个 moment 的话，我就会很烦。就是我很想玩，但不让我玩，我会觉得很烦。所以我或者说玩不好，不能够尽对，兴的玩。对，是的，是的，就是我一定要，比如说我要想到啊，我要学一个东西，然后今年就我有几个想法，想学几个东西，想去玩几个不一样的事情。如果能做到呢，我就觉得很开心。你有没有试图去训练自己的 mind？就是大家都会说 be mindful 或者 mindfulness，也就是说我试图去训练我的 mind，在这个当下此刻打橄榄球的时候，不去被工作的事情 occupy。我觉得我试过 meditation，对我没什么用。我唯一的我觉得对我有用，就是说是我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无法去 focus on 别的事情，我唯一的可以做的就是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解决了我就不想了。但你工作上有无数的事情，而且你很多不可能当时此刻我在这个球场上就去解决啊。大部分的事情 bother 不到我，有些就很少几个事情能 bother 我的，然后我一定要把它解决了。不解决的话，我觉得任何问题都就包括很多时候，我觉得像 psychiatrist 啊，对我来说不是我也没聊过，但我想象一下，对我没啥用。我觉得他让我 feel good，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把问题解决了，我就立刻会 feel good。在创业过程中遇到过，哎，这我真的解决不了，遇到过这样的吗？knock on wood，现在还没有，未来肯定也会有。我觉得我能 foresee 到未来有几个这种的问题，这个东西，但也有解决方案，也在做解决。我已经我 foresee 到一些问题会发生，已经开始做解决方案了。所以其他的问题，我不能 foresee 的问题，估计也会有，但这个东西只能尽人力看天意吧。但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生到过某件事情，哎，我实在解决不了，导致我这个创业的过程就是可能会 stuck 或怎样，或极度焦虑，就是解决不了，没有办法。也还好，我要解决不了了，估计没什么人可以解决，这个事情你就做不了嘛，那就这样。那不然怎么办？对不对？我也觉得只能做自己能范围内能够做的事情了。